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。上次我们回顾了台湾基督教400年的历史嘛，那时候就有稍微聊到，年轻基督徒的人数好像有点变化。今天呢，我们想根据手边拿到的一些资料，来深入聊聊这个现象。这里面有统计数据，有研究分析，还有一些教会怎么做的观察。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一起来看看这些资料告诉我们什么，为什么年轻一代对宗教信仰的态度，好像正在转变。对，这个议题确实，蛮复杂的。它不只是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啦，其实也碰触到很深的，就是个人的生命经验。我们需要用一个比较开放，也比较能理解的角度，去看看背后的那些想法和意义。对。好的，那我们就来拆解这些资料，看看能挖出些什么。首先那个数据显示的趋势，应该算是蛮明显的吧？是。像那个皮尤研究中心今年最新的调查，台湾成年人自认是基督徒的比例其实只有7%。不高。但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年轻人里面说自己没有特定宗教信仰的，比例高达42%，这个数字真的让人吓一跳。的确是，这个数字是蛮显著的，而且从资料来看，背后有好几个因素在作用。一方面是结构性的，比如说少子化，这直接让教会比较难有新的年轻人进来。对，来源变少了。很多中小型教会甚至可能连学生团契都不见了，有这种困境。哇！另外一方面就是家庭的那个信仰传承好像也变弱了。有一份资料提到，有42%的年轻人，他们现在的信仰状况跟家里原本不一样。42%很高。对，而且大部分是选择离开，就是不再参与有组织的宗教活动了。所以不只是人数变少，连留下来的年轻人好像对教会传统的那个形式也越来越没兴趣。没错，资料说他们对那种固定的礼拜程序啊，听很长的讲道啊，好像兴趣缺缺。对，觉得好像少了点跟上帝那种比较真实的互动。有人甚至讲，去教会感觉像在打卡。是这个仪式打卡的比喻，蛮能反映一部分年轻人的心声。他们在追求一种真实感。真实感。对，仪式本身很好，但他们想问的是，仪式之外，信仰怎么真的碰到我的生活？而且资料还提到另一个关键点，就是对教会体制的不信仰感。这个也蛮重要的。是啊，比如说有些牧者个人的行为出了问题，或是教会内部有些派系斗争什么的，这些都会削弱年轻人的信任。了解。他们反而更向往，像资料里有人提到，像耶稣跟门徒那样，大家可以很轻松的席地而坐聊聊天那种感觉。比较亲近、比较真实的关系。对，而不是那种感觉有点表演性质的敬拜。而且还有个数字，台湾年轻人只有15%觉得宗教在生活中非常重要。这15%，这也显示他们可能更看重信仰能不能带来实际的帮助，像是心理的平静啊，而不是单纯叫我服从某个权威。这就带到下一个点了，就是现代价值观的冲击，对吧？对，资料也点出来，像很多年轻人受科学教育长大，可能会对创世纪那种字面解释或者神迹觉得有点难以接受，是会产生疑问，会困惑说信仰是不是要我放弃理性思考？正是如此。然后还有价值观的冲突，这点也很明显。例如像是一些传统教会对 LGBTQ+ 议题比较保守的立场，或是有些地方还强调男主女从这种观念。这跟现在年轻人普遍接受的多元包容啊、性别平权啊这些想法，就有矛盾了。对，会有冲突。那如果教会对于这些现代社会大家在讨论的议题，没有比较积极的回应，甚至有点排斥他们熟悉的流行文化，觉得那个是世俗的，
年轻人可能就很容易觉得，哎，这个信仰好像是长辈的东西，跟我没什么关系啦。这也难怪他们的灵性追求方式会变，是不是？资料提到那个混合式灵修，对，可能祷告也做，但同时对冥想、星座，甚至有些人对塔罗牌都抱持比较开放的态度。是的，这显示他们不是没有灵性需求哦，而是他们在找更个人化、更能跟他们自己的生活经验结合的方式。不过，教会也不是完全没动作啦。我们看到的资料里还是有一些应对的尝试，对吧？有不少尝试。像是用线上直播啊，去接触更多人，或者用年轻人常看的抖音做一些短影音传福音，对，还有办社区篮球赛啊，先建立关系。还有在敬拜音乐上做改变。像台中那个克西玛尼行导会，听说就蛮创新的。是，他们会用流行音乐元素，甚至戏剧来呈现信仰。还有一些教会开始试着推动跨代对话，去谈那些以前可能比较敏感的社会议题。这些尝试都是必要的，也是好的方向，但是挑战还是很大。哦，怎么说？教会内部那种比较根深蒂固的文化，有时候跟年轻世代的期待还是有落差。对，然后很多中小型教会资源真的有限，想做大的改变，也不容易。也是。同时，外面还有竞争啊，传统的民间信仰，很多新心灵课程，还有整个世俗化的社会氛围。所以核心的转变可能在于，要从以前那种比较像是权威灌输的方式，转变成更重视陪伴、对话，还有实际的社会参与。就像资料里有位年轻人说的，信仰不该只是来教会打卡，而是生命真正被改变的证据。说得很好。好，所以今天看下来，从这些资料，我们大概可以梳理出，台湾年轻世代对宗教信仰态度的转变是一个很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。没错，有人口结构的影响，有对传统体制仪式的不满，有现代价值观的挑战，但更深层的，好像是他们对信仰的真实性，还有跟个人生命连接有很强烈的追求。是的。或许这些看起来像是梳理，或是他们内心的挣扎，其实也正反映了他们是很真诚的在寻找，在寻找一种真的能够回应他们自己生命处境的信仰。这也给我们留下一个问题，值得我们接下来继续思考，也想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想想看。哦，是什么样的问题呢？大家不妨可以去查考一下圣经，对于这种年轻世代好像跟既有的信仰群体，越走越远的现象，圣经里面有没有提供一些属灵上的洞见，或者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指引呢？这个问题很有意思。对，这会是我们下一题想要深入来聊聊的方向。好的，那听众朋友也可以先思考看看。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下次见。